不会自尽。死者颈间有痕，屋内无外人闯入痕迹，照规矩可定离世。他不是自尽。哪来的女子，敢在义庄胡言？我叫叶听兰，上一刻我还在解剖室复核旧案，再睁眼，我成了大靖叶家的女儿，父亲入狱，叶家抄没。就在半个时辰前，他还把退婚书砸在我面前。他说：“罪臣之女不配进顾家的门。”若想救他，我不能哭，不能求，只能查。死人不会撒谎，只要尸体还在，真相就还有路。给我一炷香，若我说错，任凭处置。叶听兰，你还嫌今日不够丢人？一个罪臣之女，跑到义庄装什么能耐？死者手指微曲，指缝里有深色纤维，若是自尽，临死前只会抓绳，指甲里不会留下衣料。你连尸身都没验，就敢断言？顾公子，断案看证据，不看门第。若你听不懂，可以闭嘴。给我一炷香，若我错了，随你治罪；若我对了，今日这案子就不能草草结了。让他验。第一，梁上绳结收口偏左，不像死者自行打结。第二，足尖离地高度不合常理，这个位置死者自己上不去也下不来。第三，悬吊勒痕多向上倾斜，他颈间这道痕却近乎平直。死者不是自己挂上去的，他先被人害死，再被搬到梁下伪造成自竣。指甲里有衣料纤维，说明他死前挣扎过，抓过凶手的衣袖。死者死亡时间早于被发现时辰，若2个时辰前还被人看到进道观，那人看到的未必是活人。此二人确有一处。凶手是左撇子，是死者熟人，而且此刻就在这里。荒唐！你怎么知道是左撇子？绳结由左手主力打成，颈痕左侧压力更重。凶手身高略高，还能让死者毫无防备靠近。你为何躲？姑母，我怕死人。伸出左手。是我求娶不成，一时失手，我只是想让她嫁我。你想做什么？顾景川，退婚可以，但不是你顾家不要我，是我叶听兰不要你。今日我能替一个陌生女子翻案，明日也能替我父亲翻案。真正没资格站在这里的，是你这种只会踩人清白往上爬的人。王爷要查他吗？不必，请他来昭王府。这世上敢替死人说话的人本就不多。兰儿，你去哪儿了？顾家刚退婚，你父亲又在天牢里生死未卜，你若再有个好歹，娘怎么办？娘，我没事。你父亲秋后就要问斩，顾家退婚，亲友闭门，咱们叶家完了。叶家还没完，只要案子还能翻，就没完。你一个女子，怎么翻朝廷定下的案？叶姑娘，我家王爷有请。叶听兰，你想见叶成长？想。王爷能让我进？你凭什么觉得本王就会帮你？因为王爷请我来，不是为了问一张旧案，而是让我查新案。昨天沈家家主昨夜暴毙，县衙定为小妾下毒，但沈家账目牵扯户部旧银，本王觉得此案不干净。若你能翻，我让你见叶成章。成交。你不问此案危险吗？我现在的处境已经没有不危险的路了。好，叶姑娘，别让本王失望。王爷也别让我失望。叶姑娘还真把自己当仵作了。沈老爷死于砒霜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难道你还想说死人会撒谎？死人不会撒谎，活人会。我没有害老爷，那砒霜不是我的。我与老爷夫妻多年，虽不喜他狐媚，但也不至于害他，望大人明鉴。老爷昨夜用了酒、点心、鹿茸菌菇汤，还有夫人吩咐厨房备的补菜。菌菇从何而来？夫人亲自吩咐药铺采买，说是给老爷补身。银针未黑，看来叶姑娘今日要失手了。我从未说毒是砒霜。不是砒霜，这不是寻常补药，是毒菌。晒干后气味被药材盖住，炖汤后才真正入毒。沈老爷真正喝下的毒不在小妾房里，在夫人亲手炖的汤里。若是沈夫人下毒，为何小妾房中会有砒霜？因为砒霜不是毒源，它是用来嫁祸的。真正的凶手需要一个替罪羊。
大人，菌菇确是沈夫人身边嬷嬷买的，账册上有签名和手印。是我让人买的菌菇，老爷要把大半家产转给他生的孩子，我不敢信。沈夫人毒杀沈老爷，证据确凿，押下候审。你能一眼看出不是砒霜？砒霜有砒霜的痕迹，毒菌有毒菌的痕迹。叶姑娘又破案了，罪臣之女又如何？她救了冤枉人。顾公子，下回断案前别只会狗叫。女子入伍做行，前所未有。冤案也不会因为我是女子就自己翻过来。你若接这枚牌，往后面对的是整个朝堂的眼睛。我知道。从今日起，你以见习武硕身份入三法司，若有差错，本官第一个治你的罪。若能翻冤案，我愿担责。兰儿，爹，是我。你不该来，此案太深，你查不得。可若我不查，你就会死。当年军粮不是我贪的，账册被换，押运路线也被人改过，真正的粮流向了城外一处地下粮庄。谁换的账？有人在慢慢给他下毒。又想陆怀简。你也在查他。3年前，先太子谢长廷在西北战死，战报说他是兵败身亡，可我收到过一惨信。我父亲负责的正是那批军粮，所以叶家冤案和先太子战死是同一张网。你怕吗？怕我查得太慢，怕我父亲撑不到那一天。从今日起，本王给你3样东西：暗钻、暗卫和本王的信任。但你也答应本王一件事，无论查到谁，都先保住自己。那王爷也保重，毕竟难得好用的靠山也不好整。求大人救救我家孩子！听说城西有恶鬼，专抓年轻姑娘。像拐卖，也许是私奔，没有尸体不一定啊。叶听兰，你怎么看？他们看似失踪在不同地方，但最后出现的位置都在承延药室到交腰玉清观之间。玉清观早废了，废弃之地才更适合藏人。失踪前，他们可有头晕、买药、求符、问诊之类的共同点？有2人曾去药室买安神香，一人说遇见过免费看病的道人。凶手懂药，能让受害者短时间失去反抗，身份可能是郎中、道人、卖香药的人。查药。叶姑娘，你一个女子夜查，不怕？怕有用吗？刚入行时怕死人，后来见多了便怕活人。我也是。嘘，这香味不对。凶手知道我们在查，提前转移了人。那就说明人还活着。属下查到，一个游方道人近日频繁出入玉清观就职。这里有人住过，而且不止一个。别怕，我们是来救你们的。叫我妻子，我只是想
想让他们留下来陪我。这座帽冠不只是凶手藏人的地方，也是当年转运军粮的暗点。又相赴死事。陆怀良已经注意到我了。从现在起，你查的不是案，是杀局。陈琦坚守自盗，事后分赃不均，被同伙所杀。库门无撬痕，钥匙也在他身上，证据已经很清楚。大人，我夫君胆小老实，连库里一枚铜钱都不敢多看，他不会盗银。有车经过，有进无出。可库门没坏，车怎么进去？业务座，那通风孔连人都进不去，更别说30箱官银。不是把银箱运出去，是把空箱换进来。真正的官银早在清点前被分批取走，案发当日只是演一出守库侍卫盗银的戏。箱底声音不对，这些箱子被动过手脚，银不是案发当晚被搬走的，是清点之前就被换空了。陈琦死前曾被迷晕，他不是盗银同伙，是替罪羊。孙大人，金库清点前一日是谁最后核验银箱？自然是户部照规矩核验。按名册读，最后核验人是谁？清点前一日最后核验人，户部主事孙岩。查孙岩名下庄子铺面近期添置产业，一处也别漏。户部后院废弃马棚。封存官银，登记箱号。是。今夜所有进出户部后院的人，一个都不许漏。下官冤枉！那些官银为何在后院暗盗？下官全然不知。陈七若是盗银，为何要把银藏在你名下庄子的暗道里？叶姑娘，多谢你替我夫妇许愿，我和孩子给你磕头。该谢的是你夫君，他死前留下了指痕，替自己说了最后一句话。业务座真厉害，连金库案都翻了，陈七一家可算有活路了。我父亲当年也是被这种账法陷害的，有人先调走真粮，再用假账证明他贪墨。陆怀章一派常用的手法。王爷，你为何执意查县太子案？因为谢长生是我兄长，世人只知他是太子，却不知他从小护我。西北战报传来那日，我不信他会死得那么草率。我装病3年，就是为了让他们以为我已经废了。你的腿能走？你不好奇？王爷愿意说时自会说。你有时候不像京中女子。王爷也不像传闻中的病弱废王。王爷，天牢出事了。我父亲叶大人被发现悬在牢中，狱卒说是畏罪自尽。不可能。备车。是。叶大人是畏罪自尽，小的们发现时已经……带我去看，我父亲不会自尽。让我进去，我要见成章啊！叶大人畏罪，自行了断。闭嘴！
还有脉，不是真自尽，他先中毒昏迷，再被人伪造成悬梁。封锁天牢。是。今夜所有值守，一个都不准走。先救人，烧水、取药、开窗通风。兰儿，爹，谁给你下毒？不是狱卒，是探监的人。谁？顾家。顾家退婚，不只是避祸，他们早就知道叶家是被舍弃的棋子。西北顾老将军，太子旧部。你爹怎么样？救回来了，娘，谁让你签字安营都不要理，你只记住，叶家没有罪。王爷，我要查顾家。顾家背后是陆怀章。我知道，你这样会很危险，早晚都要死。好，王爷不劝我忍，忍是为了等刀更利，不是为了把刀丢了。陆燕作弊败露，畏罪自尽。陆兄寒窗10年，最恨舞弊，他不会作弊。叶听兰，贡院清贵之地，不是你一个仵作撒野的地方。清贵不清贵，看里面的人配不配。莫记太新。他不是自制。叶武硕，你可知贡院案牵扯科举，胡言乱语是重罪。我只说证据。衣领内部有水痕，口鼻处也有些微湿痕。他是先被按入水中，被害之后再被挂上梁。你又想凭几句话翻案？看水缸。这是陆燕临死前抓下来的东西。陆燕撞破舞弊，才被灭口。陛下，贡院命案另有隐情，陆妍非作弊自尽，而是撞破舞弊后被灭口。陛下，此事臣实不知情。科举取士，取的是天下财气，若让世家用人命铺路，大晋还有寒门吗？停顾明章职，命三法司彻查贡院舞弊案。你非要把顾家逼到绝路？陆燕死的时候，你可曾想过他的绝路？他不是不痛，不是不恨，他只是把所有情绪都压在了证据之后。世子都要没了，守在自己房里了。先按灯烛试火机。不是意外。何以见得？火从外往里烧，有人放火，目的是毁掉屋里的人。可沈姑娘已经没了。死者不是沈气云，肩宽和骨盆形态都不对，死者是成年男子。我不是故意逃的，是他让我走的。他说我留下会连累我。他是谁？顾平川，
3年前，他是西北军中亲兵。他说有一封信要交给叶大人的女儿，还说先太子不是战死，叶大人也不是罪臣。他为何会在教坊司？他一直被人追杀，只能借教坊司藏身。前几日，他说终于等到叶姑娘入三法司，他想把东西交给你，可当夜就来了人。他没有白死，他把线索送到了。我兄长的人一个个死在京城，可我装病3年，只能看着。你不是只能看着，你是在等能一击见血的机会。你信我？我信你想翻案的心。军粮被调包的证据应该就在西北，还不到时候。为何？陆怀章还没露出足够大的破绽，此时去西北，他会清理所有证据。那就逼他动手。陛下，贡品被劫，三法司难辞其咎，更何况叶仵作身份特殊，难免惹人疑心。叶仵作，本相听闻你能让死人开口，那你可否让这些官兵告诉陛下，贡品去了何处？能。臣女请验现场。你在看什么？看马。这不是山匪，是正规军伪装。叶仵作慎言，正规军劫贡品，这是大罪。山匪抢贡品，最急的是带东西走。可这里马蹄不乱，车辙也整齐，说明劫匪训练有素，不慌不忙。正因为是大罪，才需要证据。他们不是遭遇埋伏，是被熟人调离路线后围困，护送路线早已泄露。缺失箭矢，登记在禁军左营名下。禁军左营统领是陆怀章的门生。诸位大人，这只是私宅庄子，夜里搜查不合规矩吧？贡品就在这里，人赃并获。臣御下不言，愿领责。陆相御下不言，不是第一次了。削去陆怀章部分禁军调度权，命三法司继续彻查。叶姑娘聪慧，相爷过奖。只是太聪慧的人，往往活不长。死者都不怕开口，活人怕什么？哼，有趣。他在试你。我知道，其实还是有一点怕的。给你。这是昭王府暗哨，危急时吹响，3息之内会有人到。王爷不怕我乱用？你不会。谢凌渊，多谢。只是怕你死了，本王少一个会验尸的人。王爷嘴硬的时候，倒也挺明显。叶姑娘如今都被教女提刑了。求叶姑娘看一眼我家的案子。臣想往西北养病。准。
你可知此去有多危险？知道。他若不去，谁看得懂那些救粮、救伤、旧账？你不是最不许女子入伍做行？老夫以前眼花。准你同行，活着回来。听阳，我知道从前是我错了，可你我毕竟有过婚约。若你愿意替顾家说一句话，我可以重新娶你。顾景川，你到现在还觉得娶我是恩赐？女子至究要有归宿。我的归宿不是顾家后枕，是案卷，是真相，是天下冤狱。你配不上。王爷，笑什么？赶路。是。症状像中毒，又像疫病，多半是北狄细作投毒。王爷带个女子来军营验尸，是把边关当儿戏吗？她是三法司仵作，仵作也是女子。死者最近可吃过同一批军粮？同一仓？是，同一仓。味道倒不对，把粮袋全部倒开。是。这不可能！入仓时明明验过。上新下旧，外好内坏，验粮时只看表面，自然看不出来。没粮能害死人？长期吃没粮会伤人脏腑，士兵体弱便容易发病，再遇风寒疲劳，就会成片倒下。难怪药不对症，原来不是普通中毒。拿罗镜。是。王爷，卑职冤枉。这一份是账册上的上等粮，这一份是士兵实际吃的粮。你若不认，我便查你家中银钱来历。军中还有更深的内鬼。王爷，顾老将军求见。臣顾远山见过昭王。顾叔，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太子殿下不是战死，大战之前军粮已被调包，将士吃了劣粮，体力大损。太子殿下察觉账目有异，想连夜上奏京城，可他身边亲信忽然叛变。等老臣赶到时，殿下已重伤。战败后，京中假账先到，叶大人被诬陷贪墨军粮。证据呢？守将府密室里有半封密信，上面记录了军粮调包与京中内应，但另一半被人送回了永安。另一半可能已经到我们手上了。王爷，营中又有人倒下了，这一次像疫病，传得很快。封营。若是疫病，必须烧毁病帐。不许烧人，他们是病患，也是边军。听他的。病患分区，饮水煮沸，衣物暴晒，接触者另营观察，一一按轻重分药。任何人不得私自离营，谁散播谣言，按军法处置。轻症远离重症，不能混在一起。一轮班，不能所有人一起熬垮了。一个女子懂什么军中疫病？她若治不好，我们都要死。叶仵作，清正那一批退热了。叶仵作，
之前是我无礼。道歉以后再说，先把这几味药送去东营。是。王爷，你也几日没合眼了，出去。王爷的腿果然能走。抱歉。为什么道歉？骗了你。为了活命的伪装，不算骗。你总是比旁人看得清。不是看得清，是死人见得多。人活着，总要有点不得已。你也有不得已。有。先喝药。叶听兰活下来。案子还没查完，我当然要活。叶听兰，我有话同你说。等案子查完再说好吗？好，我等。叶大人，若当年军中有叶姑娘这样的人，许多将士就不会白死。我只能救眼前人，过去的冤只能用证据还。老奴曾是太子亲卫，这是太子殿下死前交给我的。他说，若我活着见到昭王，就把这个给王爷。还差最后一环。守将府密室里应有完整账册。王爷，守将大人出事了。守将已经死了。北狄刺客。刺客杀人前会坐下来喝茶吗？门从里面杀上，却没有强闯痕迹，说明凶手能让守将主动开门，甚至能让他放下戒心。断口不平，像临死前被强行掰开。密室就在书房地下。3年前，西北军粮被分3路调换，好粮被送往地下粮庄，再经永安中转，最终卖给陆怀章暗中扶持的商队；劣粮则被送入军营，将士体弱，败局从粮里就开始了。他用军粮、城防路线、战机情报换北狄配合。先太子不是战败，是被推入死局。凶手是谁？守将平日只喝苦茶，可今日茶盏中有甜香，能带这种茶进书房的人，身份清近。还知道他的习惯。副将沈墨，末将今日根本没进过书房。守将死前请你喝了茶，你为何说没进过书房？是我早被陆相收买，负责监视守将。他察觉旧案要暴露，准备把账册交给顾选山，我便奉命灭口，再伪造成北狄刺杀，押送证据回京。陛下有旨，
召烧王即刻回京受审。陆怀章这是先咬一口。王爷，此事回京就是鸿门宴。你怎么想？回。理由？真相不能只藏在箱子里，它要被摆到金銮殿上，摆到所有人眼前。若皇上不信呢？那就验最不能被伪造的证据。你要验皇陵？先太子的尸骨会告诉我们最后的答案。骆怀章能伪造账册，能收买人证，也能灭口救部，但他改不了骨头上的痕迹。若这一具能活着回来，我不会再等了。那就活着回来。怕就说，怕也不丢人。我怕证据送不到，怕我妈撑不住，怕我父亲又被下手。我已派人守住天牢，叶夫人暂时安全。你什么时候安排的？收到圣旨时。你总是比我想的周全。你负责查死人，我负责看活人。听说少王私通北狄，叶家本就是叛臣。老夫就知道你会来。周叔，这一次不是寻常验尸。林老还能验一桩惊天大案，也不算白活。叶听瑶，朝堂之上，本官未必护得住你。大人送来这些，已经是在护我。你若失败，三法司也保不住你。若不是，他们都永无翻身之日。兰儿，娘没签字，也没认罪。娘做得很好。从前娘总盼你嫁个好人家，安稳一生。如今娘才知道，你不是只能进后宅的人，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儿。娘不怕。等明日过后，我带你和爹回家。陛下，烧王私通北狄，叶成章旧案证据确凿，叶听兰以罪缠之女身份混入三法司，意图翻案乱政。臣请陛下赐死烧王，严审叶家，以正国法。叶姑娘，你还有何话说？臣女请验尸。验谁？验先太子。放肆！先太子安葬皇陵多年，岂容你一个罪臣之女惊扰英灵？陛下，若先太子确是战死沙场，臣女愿以命谢罪；若他不是战死，那3年来的冤屈，谁替他们说一句公道？皇兄死因不明，臣弟查了3年，今日只求一个真相。陛下，昭王这是以兄弟情逼君父，以验尸之名乱朝纲。相爷若问心无趣，为何怕验？准。臣女今日验骨，不为惊扰亡灵，只为还殿下清白。先太子并非正面战死，这荒唐！战场正面受伤多集中于营敌方向，可先太子真正致命处在背后，角度极近，说明动手之人不是敌军，而是他身边可以借鉴的人。骨色与残留药痕显示，先太子死前曾长期接触慢性毒物。大战之前，他已不在这全盛状态。这是西北粮仓账册，上等军粮被调包，劣质煤粮送入前线军营。这是太子亲军残信，这是陆羌亲笔密信，这是北狄暗号与往来名单。
证据皆可伪造。那人证呢？是陆相指使我等传信北敌。陆相以军粮和城防换我部配合战机，守将灭口。是陆相密令，叶成章贪没军粮的假账，是陆相命人伪造。朕信你20年。陛下信的不是臣，是这朝堂需要一个替您做脏事的人。这朝堂早烂透了，没有我，也会有下一个。那就查到没有为止。带下去。你不是这个世上的人吧？怎么了？陆怀章打入天牢，3族严查，涉案官员一律问罪。爹，娘，叶家清白了。兰儿，是你救了叶家。册封叶听言为大征第1位女提刑官，统管刑狱验尸与疑案复核。凡有才能者，不以男女组其入伍作刑。臣叶听兰领旨。叶大人，这是给冤者开路啊！王爷今日不装病了。叶大人都做了女提刑官，本王再装残，未免失礼。所以王爷有何贵干？我不是求一个只困在王府后宅的王妃，我是求一个能与我并肩查案的人，并肩守着山河。你不是这个世上的人吧？你可以慢慢想。谢凌渊，我不想骗你。那就不骗。我身上有些事，连我自己都还没查清。那我陪你查。这封婚书，我先不收，也不退。等我查清最后一件事，我给你答案。好。王爷不怕等不到？我装残3年都等得起，等你一个答案，自然也等得起。叶提刑官，你说我不是这个世上的人，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你真不知道。知道什么？3年前，我收到过一幅图，图上画着一个奇怪的原文：若有女子能以死人之身断活人之罪，就杀了她。谁送的图？去西北，去黑水城，那里埋着一具不该属于大境的尸体。陆怀章押送途中被灭口。你认识？死者身上皆有诡异图腾，当地仵作无法断因。叶青，昭王，此案可查。要去吗？去，是为了我自己。那我陪你。你不问我为什么？你愿意说时，自会说。等从黑水城回来，我告诉你全部。好。兰儿，
娘知道拦不住你，只一句平安回来。GX 归墟，这是当年我从军粮案中偷偷留下的最后一件东西，如今看来，或许与你要查的图腾有关。若这案子查到最后，会让你离开这里呢？那就查到最后再做选择。无论你选什么，我都陪你走到答案面前。他终于来了，归墟门也该开了。王爷，这话可别说太早。不早。是归墟神法，东西活人王，黑水城要遭劫了！快盖上！此事不得外传，若惊动商路，黑水城就完了。王爷，叶大人，下官无能，惊动朝廷。三人明明死在不同地方，却一夜之间出现在枯井边，城中人心惶惶，都说是归墟索命。不是神法。三人不是同一时间死亡，被发现不等于同时死亡。商人死亡时间最早，至少2日前，老族约在昨夜。药铺伙计则是今晨前后。叶大人如何看出？僵硬程度、衣物干湿、沙尘附着都不同。凶手将他们集中摆在这里，是为了制造归墟神法的假象。那图腾呢？图腾总不是假的吧？图腾不是死后长出来的，是生前被人用特殊药汁画上去。平日看不见，遇到盐雾和体温变化才会慢慢显色。叶大人是说，有人早就盯上他们了？不是盯上，是筛选。这不是城中常见的沙，是从地下带出来的。归墟石窟。王爷，那地方不能去。为什么不能去？那是黑水城旧禁地，传说前朝在那里祭过邪神。人会骗人，传说会变形，只有证据不会。死人从井里爬出来了！这不是死人脚印，脚印深浅均匀，足尖用力，说明走路的人是活人，而且他左脚轻，右脚重。跛足。跛足。归来者终于到了。第1名死者吴达是西域驼队管事，第2名死者孟三是黑水城守门护卫，第3名死者阿顺平日替药铺送药。会不会是他们都误入禁地，被邪物害死？秦大人若想用邪物结案，朝廷派我来做什么？查他们最近3日去过何处，见过何人。是。手中是否有不该有的东西，也一并查清。他们都接触过归墟学石窟，
这不像普通上路图，更像地下结构。秦大人，你知道这张图？下官只是听说黑水城地下有些旧矿道年久失修，早封了。最好只是听说。大人，枯井是干的，为什么他们衣摆都有水痕？你发现关键了，走，复查枯井。是盐，黑水城缺水，井中怎么会有盐痕？有人在井底制造过盐雾。盐雾，把盐水加热成雾，再混入迷药，人在密闭井下吸入后，会迅速失去反抗能力，再将人移走，伪造成归墟神法。三人不是死在枯井边，而是在井下救道。下去看看，下去看看。绑在腕上。王爷怕我掉下去，怕你遇到危险不喊人。大人，这像不像祭坛？祭坛也好，刑房也罢，本质都是人做出来吓人的地方。归墟司，前朝神秘机构，传说专掌星象、异法、推演之术。大晋立国后，归墟司早已被废。看来没有废干净。还来得及，制衣取药。王爷，封锁现场。刚才谁靠近过他？银面人，他说叶大人若想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就去沙海客栈。他在引你。我知道。还去吗？去。我陪你。死的是西域商队首领赤摩罗，人死在2楼上房。死前，他在门里喊了一句：“归墟门开，死人归来。”等我们进去，人已经死了。又是归墟，叶大人，这案子若再压不住，黑水城百姓就要乱了。大人，真是密室。这不是普通黄沙，是黑沙。灯芯被人切短了，燃尽时间大约1炷香。凶手用灯灭制造死亡时间，但还不够。密室不是天然形成，是凶手布置的。凶手离开时，门窗并未完全锁紧，沙漏落尽，触动小机关，窗刷自行落下，油灯也在这个时候熄灭。众人赶来时，看见的就是一死后反锁的假密室。可死者喊的那句话，不是他说的。铜管藏在墙中，一端通向隔壁房。凶手在隔壁模仿死者声音，喊出那句鬼话。那房住的是一个戴银面具的客人，他昨夜已经走了。他说若叶大人来了，就交给叶大人。我来开。沈听兰，归墟第17次回响。这个名字你认识？认识。不想说就先不说。赤魔罗为什么会被杀？他带来了什么？死
死者不是被随机选中，他们都接触过通往归墟的路。秦风年杀人，归墟门开了，死人回来了。他明明死了，叶大人，你亲眼验过的。我验过的是枯井边那具孟三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枯井边那个不是孟三？别靠太近。他不是鬼，是人。别伤他，用湿木遮住口鼻。他被人用了假死药，又被迷香控制。现在说的话不是他真正想说的，是有人提前灌给他的。那枯井边的死者是谁？要重新验身份。大人，右肩旧伤对不上。枯井边那个不是孟三，真正死者只是身形与孟三相似，被人换上了孟三的衣服，再让活着的孟三出现，制造死人归来的假象。恐惧比刀更快，只要百姓相信死人会回来，凶手说什么他们都会信。秦大人，孟三为何会指控你？下官虽然胆小怕事，可绝不敢杀人。秦大人，你确实没杀这几个人，但你一定隐瞒了什么，这些都指向归墟石窟。你身为黑水之州，却一直回避禁地，是怕邪神，还是怕人知道那里藏着什么？下官不是怕邪神，是怕开矿救案。10年前，黑水城曾秘密开采归墟石窟中的黑石，黑石质地奇异，遇热会发蓝光。前朝曾用于祭祀，后来矿道坍塌，死了许多矿工。朝廷为了保商路稳定，将此事压下。下官上任后也不敢重查。那些矿工家属一直说地下有冤魂。当年是谁主持开矿？表面是地方商会，背后是右相陆怀瞻的人。矿工尸骨可曾收敛？矿道塌得厉害，没人敢进。明日去归墟石窟。大人，那地方会塌。真正的鬼不在地下，在人心里。我能进来吗？王爷何时这么守礼了？从你神色不对开始。谢凌渊，若有一天你发现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人呢？你是叶听兰。如果不是呢？那你也是替死人翻案、替活人求公道的那个人。名字、来处、秘密，都排在这个之后。王爷，石窟外发现新的尸身。王爷，叶大人，下官就在外边接应。大人，这女子为何没有脸？归墟门，你知道多少？前朝末年曾有传闻说归墟司掌握死而复生之法。大晋立国后，太祖下令焚毁归墟司所有典籍，可后来司天监仍保留了一部分禁卷。司天监，陆怀章倒台后，我查过他的密信，他与司天监监正谭无极来往密切。大人，这石头好像会发光。这里有石棺。归墟第16回响，异世来客，风于此。许之薇，叶听兰，我认识这文字。我不属于这里，我来自很远的地方，远到你无法想象。那里没有大晋，没有皇帝，也没有雾作行。我在那里，
也是查死人真相的人。我醒来时成了叶听兰，我一直以为是意外，可现在看来不是。你会回去吗？他当然会回去。你是谁？燕慈州归墟司最后一任守门人。沈听兰，你比我预想中来得更快。他现在叫叶听兰，名字只是壳，灵魂才是尿。枯井案、客栈密室死人归来，都是你做的。我引你来，但不是我杀人。那是谁？想开门的人。你不想开？归墟门一旦开错，来的不只是归来者，也可能是灾祸。前朝就是因此灭亡。所以归墟司到底是什么？守门人职责不是开门，而是封门。前朝末年，有异士之人误入此地，他们带来医术、器械、火药、天文历法。前朝皇族以为得天授神术，他们强行研究归墟门，想招来更多异士之人，延续国运。结果门开失控，疫病、火灾、内乱接连爆发，前朝崩塌。许之威呢？第16位归来者，他想回去，却发现归墟门每次开启都需要一个药参。药参是什么？少王殿下就是这一代妙参。什么意思？3年前先太子战死，少王暗中调查西北旧案，曾接触过归墟残石。自那之后，他能压制归墟时反噬，也能让归墟门短暂稳定。我也不知道他与归墟有关。有人想用你开门，送他回去，或者召来更多异士之人。谁？司天监监正谭无极。燕慈州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。本王凭什么信你？凭我若想杀他，早在沙海客栈就能动手。你想要什么？阻止真正开门的人。撤！3日后，黑水记门会第一次开。你受伤了？小伤。王爷，医嘱不听，伤势加倍。叶大人如今连本王也审。你不是说要陪我查到答案面前吗？那就别倒在半路。好，听你的。连死人都回来了，黑水记怕是压不住了。图腾县活人王，黑水城要遭大祸了。我买去，黑水记一到就出不了门了。那些迷药就是从药铺出来的，让秦风年出来，交出得罪归墟的人。王爷，叶大人，再这么下去，黑水城要民变了。凶手要的就是乱。黑水祭3日后举行，若谭无极的人要开门，祭典就是最好的遮掩。他们还缺一样东西，药参，我会小心。你每次说小心，最后都在替别人挡道。叶大人这是心疼。我是怕药参没了，案子查不下去。叶大人只是为了案子。他近日一直说有鬼敲门，夜里不敢睡。又是鬼墟，这城里到底还有多少鬼？茶里有药，大人，这些药材里有几味正是假死药所需。风不疑药库就是死人归来案的药物来源。风不寻10年前参与归墟时空开矿，他负责给矿工配发药物。这里几批药材，药性根本不够。矿难后，许多人没能及时获救。凶手在替矿工复仇，
若只是复仇，不必制造归墟神法。凶手是在利用旧案煽动百姓。凶手是隔窗下药。风不疑不是被吓死，他以为自己见鬼，实则一直被人用迷药控制。商会负责开矿牟利，药商以烈药充好，矿间隐瞒死伤。矿工家属被赶出黑水城，冤屈无门。当年开矿的人共同隐瞒了矿难死伤。10年前归墟矿难旧案，即刻重查。归墟没有替你们报仇，是有人借你们的恨杀人。那矿工就白死了吗？不会，杀人者要查，冤案不是用新的冤案来还，是用证据来还。下官当年偷偷留了一份矿工名单。他们不是传说里的冤魂，是有名有姓的人，所以更要查。白燕是矿工首领，矿难前多次上告黑石有毒，矿道不稳。矿难后，白燕全家失踪。白洛宁，白洛宁可能是白燕后人，也可能是凶手故意推出来的替罪羊。去见他。白燕，是你什么人？他是我父亲。10年前矿难后，你去了哪里？被人救走，后来学医回黑水城。恨不是罪，杀人才是。我不该恨吗？该。人不是我杀的。我知道，凶手懂机关，懂药理，懂归墟石窟，还能调动死士，你一个人做不到。黑水祭那日，他们会把药参带去救河道。他们是谁？归墟会。10年前矿难后，有人收留矿工遗瓜。他们说，只要归墟门打开，死去的人都能回来。陆怀章、归墟会、司天剑、黑水记，全都指向谭无极。黑水记救河道，谭无极要用昭王开第一道门。在想怎么救我？王爷倒是很自觉啊。毕竟我是药神。你不怕？你不怕？怕你为了救我，把自己送回去。不会。我若真能回去，也会先把这里的案子查完。那我等你查完。然后呢？然后让你选。他们要的是我，我不出现，他们不会动。王爷如今是诱饵，还挺骄傲。叶大人亲手替我扣护腕，本王自然骄傲。疼才记得别乱来。慢些，一个个放灯，不要乱。归墟显灵了！怎么了？有东西在引我。我提醒过你们，这是你设的局。若是我，你们现在已经死了。昭王
叶提刑官，久等了。第17回响，果然不同。枯井客栈、死人归来、药伤案，都是你做的？是我让他们做的。人心有怨，稍加引导，便会自己烧起来。你利用矿工救怨杀人。叶大人说错了，我只是让欠债者还债。你没有资格替死者选择杀人。所以你是提刑官，我是开门人。你要本王做什么？借王爷之身，开归墟第1门。门后有什么？天外之术，长生之法，足以让大境再强100年。前朝就是这么亡的。前朝是蠢，老夫不会重蹈覆辙。等会儿我拖住他们，你走。王爷再说这种话，回去我就把婚书烧了。那我不说了。谭无极，你要开门，就不想知道第16回响为什么失败吗？许知微留下了答案。你知道？你到底站哪边？站封门那边。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？让你看许知微真正留下的东西。如果有后来者听到这段话，我曾试图回去，却发现门开启需要药身，药身不是工具，是活人。强行开门会让药身被归墟石吞噬。第17位归来者若出现，或许不是为了回家，而是为了阻止门再次开启。现在你明白了，谭无极想开门，烧王会死，你救不了所有人。我做仵作时，也没人告诉我，只能替一部分死人说话。门主听旨，快了，门要开了。谭无极，第16回响失败，是因为你们错了。归墟门不是神迹，是灾祸。你懂什么？你自己就是归墟送来的奇迹。我是人，不是奇迹。你要反转正文。许知微留下名牌，不是为了开门，是为了关门。拦住他！做你要做的。别死。拿下归墟会逆图！你们以为关上这一道门就赢了？第17回响，天下不止一道归墟门。人呢？京中有门。所谓归墟神法，是有人利用机关、药物救怨与恐惧杀人。黑水城没有鬼，有的是被压了10年的冤。重审矿难，还矿多公道。下官当年虽为主谋，却懦弱怕事，隐瞒矿难救策，愿受责罚。怕事不是死罪，但因怕事让冤案沉底，就是罪。下官认。醒了，有没有胸闷、头疼吗？手麻吗？叶大人，我刚醒。回答。胸口有些闷，头不疼，手不麻。你守了多久？1天1夜。黑水记那晚，你说婚书还没收，
现在还烧吗？王爷病还没好，少想这些。那等我好了，等归墟案查清。又是等案子查清。谢凌渊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我是怕有一天我会被归墟门带走，我不想给你一个不确定的承诺。那就给我一个现在的答案。现在你愿意我陪你查下去吗？愿意。够了。我是来交易的，不打架。你觉得本王还会信你？王爷不信我没关系，叶大人会想听的。让他说。归墟司残卷，里面有许知微留下的部分记录，还有谭无极真正想做的事。历代归墟门开启记录，每次开启都伴随异象，天外雾气，陌生文字，身份不明的尸体，同貌之人。第18回响，将生于京师，药身双影。药身双影是什么意思？昭王殿下，你不是唯一的妙神。谭无极虽然在黑水记失败，但他已经把第1道门的回响送回京城，京中会出现第2个药身，或者说一个与你有关的人。京中的门在哪里？司天监地底，司天监在皇城之内。谭无极真正的目标从来不是黑水城，黑水城只是室门。他要在京城开门，用更大的计，更稳的药身，开真正的归墟门。你为什么告诉我们？因为我守不住了。守门人世代受归墟石影响，活不过30。我快到时候了。你为何不早说？叶大人会救一个曾经骗过你的人。病人就是病人，案犯就是案犯，两者分开算。许知微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你见过他？我是他收养的孩子，他没能回去，也没能彻底关门。临死前，他把我交给归墟司残度，让我守门。3日后，司天监会派人来接黑水案卷，随队中有谭无极的替身。谭无极没死，他不会那么容易死。那就抓他的替身。黑水案卷为饵，替身若来，必会接触证据箱。我让暗卫守3处路口。燕慈州，你若想活，就把归墟石反噬的症状、发作时间、用过的药都写下来。我未必能救，但能试。病人与案犯分开算。奉皇命，司天监取归墟相关物证互核一响，以安民心。贺兰大人，司天监取证需要半夜翻窗。叶大人设局也不像君子。我是仵作，不是君子。昭王殿下，叶大人，黑水一别，别来无恙。谭无极，归墟回响可借声传译。老夫说过，你们关上的只是一道室门。你在京城？不错，京中第2药身已醒，归墟门3月内必开。第2药身是谁？你以为自己是第17回响？不，你只是被换来的第17人。谁换我？你回京就知道了。还有气。大人，这也是药汁？不像。归墟石影响。谭无极已经能远距离控制被归墟石污染的人。当夜启程，回京。是。
大人，黑水案算结了吗？黑水城的案子结了，归墟的案子才刚开始。像是归墟时共鸣，至少现在能走能说，还能替叶大人挡一挡刀。王爷若再拿自己说笑，我就让宋之一给你开最苦的药。那我闭嘴。谢灵渊，你是谁？第17回响，门在等你。若另一个我出现，你分得清吗？分得清。为何？他看我的眼神不像你。你看见了？和你一模一样。这不是幻觉，它能留下实物。妖神，我怎么看你？王爷自己照镜子。整队连夜赶路。陛下病危，何时的事？3日前，陛下夜审司天监旧卷后突然昏迷，昏迷前还曾下令封锁司天监地宫。谭无极呢？司天监监正谭无极对外称闭关齐星，已半月不见人。不是普通病，香炉里有归墟石粉。谁换的香？谭无极不是要杀陛下，是要让陛下无法阻止他开门。祭星是假，开门是真。今晚进司天监，没有陛下旨意，擅闯司天监是重罪。若等旨意，大境就要等来第2个前朝。别碰！药身归位，第18回响，可以醒了。沈听兰，好久不见。你是谁？你不是已经猜到了吗？你不是谢灵渊。我当然不是他，我是归墟门为药身留下的配分，也可以说，我是另一条路上的谢灵渊。装神弄鬼！你以为自己是唯一？归墟门开过不止一次，叶听阳也不止来过一次。不止来过一次？叶大人，欢迎回到真正的归墟门。看见了吗？你可以回去。只要门完全打开，你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大境可以得到天外之术、不死之法，跨越时代的力量。你能带来的东西，足以改变天下形域。
别听他的。昭王殿下当然不想让他走，可你凭什么留他？这一次让门开，你回去，他作为妙身献祭，大境获得新生。我选择第3条路。什么第3条路？不开门，不献祭，也不让你拿天下人做试验。我会查清我为什么来，也会查清归墟重启了多少次，但不是靠牺牲他。这一次，我选活人。你会后悔！我做法医那天起，就知道每个选择都可能后悔。下一次回想开始前，去查天下刑狱总册。什么意思？每一个冤案都是门的锚点。刑狱总册不许开。陛下有旨，不许开。你要开吗？我信冤案不会无缘无故被封。陛下，第3道门要开在天刑狱之上。朕已经按你说的拦住他。